朋友们好，今天给大家看我在蓝展上的另一个收获。这是一颗亚洲兜兰，亚洲兜兰的杂交品种。可以看到它的叶子还是不错的，挺健康的。我拿来的时候呢，它还是一个花苞，微微张开的花苞。拿到家以后呢，我就给它浇了一次透透的水，因为兜兰是喜湿的，但是拿来的时候呢，它比较干了，所以我就给它浇了一次透透的水。那么2天以后，它就张开了。可以看到呢，它其实也是裸根。拿到多伦多的，然后呢，有一个塑料皮做的这种花盆，把它套了起来。植料呢，用的是水苔。我观察了一下呢，觉得这一颗状态不错。而且呢，它的根透过这个塑料皮盆也可以看到状态还可以。因此呢，我就选择了这一颗，并且呢，发现它同时呢有3个小苗。3个小苗的话呢，意味着就是说，除了一颗苗正在开花以外，其他的呢，那2个苗呢，将来都有希望开花。我呢非常喜欢这一颗，其实当时它没有完全张开，我也是看着它最上面的那个花瓣去买的。它最上面的花瓣呢是粉红色，所以我喜欢这个粉红色，就决定呢买下了这一颗兜兰。等它微微张开以后呢，我看到呢它是一颗下面呢是棕红色的，就是赭红的颜色，棕红色的兜兰。这种棕红色的兜兰在兜兰当中，亚洲兜兰当中呢比较常见，大家呢常戏称这种看上去油亮亮的棕红色的兜兰像一双可爱的小皮鞋。我也觉得真有这样的感觉，尤其是这种棕红色的，就会给人感觉很像一双小皮鞋。它的状态呢非常不错，现在呢不仅花张开了，可以看到呢它根部也不错。我呢在1周以后呢，就把这一颗兜兰给重新上盆了。它原来呢用的是水苔，我呢就给它加上了盆栽土，在盆底呢放了一点石头啊什么的，有少量石灰石，另外加上了花盆土和珍珠岩。它原来的水苔呢，我部分还是保留了，因为水苔是和它一起到我家来的，我觉得它应该熟悉水苔给它带来的环境。如果完全把水苔拿掉呢，我担心它的根会有一些不适应。或许呢全部拿掉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它更喜欢盆栽土加上珍珠岩。我呢就觉得有一些麻烦，我就把它原来包在上面的水苔呢保留了部分，没有太多的呢把它的根动来动去，这样呢在外围包上了盆栽土。这个呢是我在给它换了盆栽土1周以后拍的。1周以后像这样的状态呢，代表它还是适应的，还是舒服的。如果要是他觉得
不适应的话呢，首先花呢不会开这么好，另外呢，叶子呢也有可能就开始泛黄了，因为这毕竟呢是经过长途旅行以后，运到多伦多的植物。假如给它不适合的环境，错误的介质呢，它的抵抗力本来就弱了，那就很容易挂掉。我呢还是小心呵护为妙。等到它花开完了，如果其他的苗再开花呢，我有可能考虑在其他的苗再一次开花之前呢，把它全部都换成盆栽土和珍珠岩。好的，这个就是我在兰展上收获的一颗亚洲兜兰，非常漂亮的小皮鞋。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欢迎大家订阅、分享与点赞，我们下期再见。